战印看着沈妈妈回屋里去，并把屋门关上。他在沈家门口静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转身回到车上。又在车上静坐了几分钟，最终开车离去。隔天一早呢，战印就赶到了沈家，看到沈家的院子大门已经打开了，2条闷声狗也用狗绳重新拴住。战印有点不好的预感，觉得自己来晚了。他停好车，还没有下车，在打扫着院子的沈妈妈就拖着扫把过来了。战先生、小军和海童都出门了，他们俩去了海玲那里。战印阿姨，他们去了多久啊？20分钟左右吧。海童醒来后就说要去海玲那里接上洋洋，所以出门早。战印向沈妈妈道了谢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就去我姐的早餐店。”那沈妈妈呢，嗯了一声。那战印很快就离开了沈家。就他在去沈家的路上就给海玲打电话，海玲接听了。姐，早。战印啊，早，怎么了？是找彤彤吧？彤彤和小军在我店里吃早餐。海玲还不知道夫妻俩又闹了一回，她在忙，便把手机拿给了妹妹，说道：“战印打来的。”手机塞给海童后，她又赶紧去忙她的了。海童想挂电话，战印在那边着急地叫喊着：“老婆，别挂电话好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把你一个人撇下自己走了，是我错了。”海童听着，但没有说话。老婆，不要不理我，不要不见我，好吗？你先别离开，我们一会儿好好的聊聊。你想回村里看看你们项目的进展，我陪你去。海童总算说话了，他淡淡的道：“战大少爷那么忙，我哪敢让战大少爷陪着我？老婆，我错了。”听着老婆讽刺的话，战印除了道歉还是道歉。你小心开车哦，我吃早餐吧。海童淡淡的说了句，就挂了电话，把手机还给姐姐。咋啦？海玲边给客人煮着面条，边问着妹妹。我手机昨晚调成了静音，他打电话我没听到就着急了，所以打到姐这里来。海童边说着呢，边掏出手机，把静音调成了铃声。无端端的，你把手机调成静音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去忙你的，不用带洋洋了。洋洋今天开始会去武馆上课。海童嗯了一声，他忘记了战印已经给外甥安排好学功夫的事，都是被战印气得他记性不好了。战印是安排了阿七负责接送洋洋去吴老师那里上课。海童呢，终究没有等着战印到来就离开了，就他、沈小军以及商小飞3个人一起回的老家。临走之前，他给战印发了信息，晚上回家吃饭。算是为夫妻俩第案次闹矛盾提供了一个台阶下。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。以前没有爱上的时候，夫妻俩冷战，谁也不低头，他甚至都不当一回事。现在爱上了，仅是一个晚上不见，就彼此牵挂着，他着急，他也心软了。战印收到老婆的信息后，便没有再去大姨姐的店里，而是直接回了公司。在办公大厦的门口呢，他遇到了未来的弟媳妇宁云初。宁云初一边手拿着拐杖，一边手抱着一束花，看样子是给战一晨送花过来的。听到沉稳的脚步声，宁云初停了下来，面朝着战印，试探性的打招呼：“是战少吗？”战印黑眸闪烁，这个女孩子能通过脚步声辨认出是谁。宁小姐。战印低沉的打招呼：“宁小姐是给一晨送花吗？”宁云初微笑的点头：“战二少爷在我店里订了一束花，让我现在送过来。”战印问他：“你自己过来的？”“是的。”战印顿时觉得老二就是在作死的路上，明知道宁云初现在还看不见，居然让宁云初自己一个人送花过来。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。这是一晨的事吧，他看看就好。需要我让人带你上楼吗？”“谢谢战少，不需要了。”他来了2次，也记住了路线，不需要旁人指引，他也能找到战一晨的办公室。战印没有再说什么，先一步进了办公大厦，就听着他脚步声远去了，宁云初才慢慢的往里走。
2名前台跟他打招呼，他回以微笑。10分钟后，宁云初站在了战逸晨的办公室前，他抬手敲着门。战逸晨没有回应，他就静默了一会儿后再次敲门，然后门开了。战逸晨站在他的对面看着他。2少，宁云初把花束递向战逸晨，微笑的道：“你要的花束一共300块钱。”战逸晨没有接花束，而是转身往回走，并对宁云初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宁云初默了默后，才抬脚往里走，能把门关上就把门关上。宁云初一言摸到了门后，帮他把门关上了。过来坐。战逸晨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并招呼着他。辨出他说话的方向后，宁云初慢慢的走过来，摸到了沙发的椅背后，他慢慢的摸着沙发走。那摸着摸着，却摸到一只温热的大手，那是战逸晨的手。他马上缩回了手。你这是趁机占我便宜。温热的气息逼近，战逸晨那无赖的话敲进他的耳膜。宁云初：“2少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小心摸到了2少的手。2少要是觉得我这是趁机占你便宜，我只能说对不起。”战逸晨忽然用手轻捏着他的下巴，把他下巴挑起来，审视着他精致的五官。宁云初平静得很，不慌不乱，不尖叫，平静地承受着他的审视。很快，他松开了手，并摘下了他的墨镜，说道：“昨天下午你爸，不是，是你大伯联系我，说我救了你，目睹了你差点受辱的场景，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候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止往下说。宁云初摸索着在沙发前坐了下来，就在一手摸索，然后把花束放在茶几上。让你对我负责是吧？他们跟你说了？战逸晨反问他一句。说实话的啊，宁总联系他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让他对宁云初负责，但话里话外是那个意思。战逸晨都想笑。如果说他瞌睡想要个枕头的话，宁总恰好就给他送了个枕头来。没有，宁云初淡淡的道，他们商量的对策。不会告诉我的。他拿起自己的拐杖，那天晚上被母亲踢开后，他的拐杖就在母亲的房里躺着了。第二天佣人把这拐杖还给他的，那告诉他是在母亲的房门口捡到的。云初猜测是母亲把他的拐杖扔了出来，他把拐杖递向战逸晨。战逸晨一开始还以为他想一拐杖敲到他的头上来呢，本能的伸手攫住了他的拐杖，他却松了手。战逸晨才反应过来，他是要把拐杖给他。我的拐杖里有一节是空的，里面藏着一支录音笔。宁云初说话的口吻依旧平淡。战逸晨黑眸闪烁，看他的眼神总算有了点异样，连起了对他的调戏啊。他拿高了拐杖来看，用手指弹着拐杖，最后在空心的地方用力地拧开了，再把空心的那一节朝下。那还真的从里面掉出一支录音笔。那栋大别墅本来是我的，但我还掌控不了我的房子，那是我的家，对我来说却不安全。春暖花开虽说是我开的店，人来人往也不安全，思来想去还是2少这里最安全。所以战逸晨又打电话给他，让他亲自给他送花束的时候，宁云初没有半句抱怨，拿着拐杖过来了，选择在战逸晨面前挑明，也是宁云初对战逸晨的初步信任。怎么说，战逸晨都救过了他的命，他想，战逸晨是可靠的，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心思接近他，他都是他目前唯二能相信的人。还有一个值得他信任的人是海童。你的录音笔录到了什么？你把录音笔放进拐杖里多长时间了？宁云初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答到参加宴会之前，知道他要带着我去参加宴会，我就偷偷地把录音笔塞进了拐杖里。我也不知道录音笔里是否录到什么，在家里啊，在店里呢，我都不敢把这录音笔拿出来。战逸晨看着他良久，问他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？我只是觉得我爸的死不正常，但我爸死的时候我才2岁，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无意中听到点小消息时，想偷偷的调查收集证据，我就病了，然后失明。战义臣没有再说话，打开了录音笔。一开始听到的声音是母女俩的对话，就宁太太骂宁云初的话。就后面才录到宁总和宁太太的对话，那是当晚宴会结束，宁云初被战义臣救回来送回家后，就夫妻俩在房间里说的话。就夫妻俩在房间里说话是没有太大顾忌的，用宁太太的话说，主人房里安装了隔音功能。夫妻俩在房间里说的话，除非是先他们一步藏在房里才能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否则外面的人想偷听是听不到他们谈话内容的。也是宁太太踢飞了宁云初的拐杖，拐杖掉落在他的房里，才录到了这些。听完了录音后呢，宁云初的脸色惨白。10年前啊，他的怀疑是真的，他亲爸的死果然与他们有关。就因为他怀疑亲爸的死，所以他们也想弄死他。反正在宁家大宅里，他这个大小姐是个透明人，病死了也没有人追究他是怎么死的。要不是他远嫁的小姑忽然回娘家探亲，发现他重病，把他送医院去，他10年前就交代在亲妈手里了。当然，宁总夫妻俩说要让战义臣对宁云初负责的话，也被2个人听进耳里。战义臣看着宁云初不说话，宁云初呢，2手交握在一起，久久不语。虽然他一直怀疑亲爸的死与他们有关，苦于没有证据，他只能怀疑。当他亲耳听到他们的对话后，他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然后手脚渐渐的发冷。他想不明白，他亲妈当时是他爸的妻子，大伯是他爸的亲哥，2个人为什么要置他爸于死地？是因为他们俩早就有了私情吗？若是有私情呢，大可以离婚呀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战义臣忽然开口问道。见他脸色苍白，他心有不忍，便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宁云初一口气喝完了那杯温开水。2少凭着这支录音笔能定他们的罪吗？战义臣说道。很难，他们会狡辩，会说是气话，会质疑你录音的真实性。不过要是配合着其他证据，这段录音就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，那能将他们定罪啊。你还有其他证据吗？宁云初摇头。亲爸死的时候他只有2岁大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在他成长的岁月里，他除了遭受到母妹的欺凌，就只有满腔的不解。他不明白，他也是妈妈的女儿，为什么妈妈不疼他，从来都不抱他，连跟他温声说句话都没有过。后来麻木了，他不再奢望亲妈的爱，他就只想着好好的读书，等到自己有能力了就离开这个家。要不是偶然听说啊，他亲爸的死是不正常的，他都不会起疑心。就是听说了亲爸的死不正常，他想明白了自己不讨亲妈喜欢的原因，他才想着去调查，去搜集证据。可惜他当时太冲动了点儿，不过16岁的少女还被亲妈和继父死死地捏在手里的，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，他就是找死。那他们果真对他下手，那如果他没有失去光明，就算被救回来了，小姑姑不把他带走的话，他依旧活不到现在的。小姑姑是想带走他，他妈不让。那个恶毒的女人说了，他亲妈还在，还轮不到当姑姑的来多事，就离不开那个家，他就当个透明的瞎子了。我没有其他证据啊。宁云初轻轻的道，10年前我想搜集证据，付出了1双眼作为代价，却是收获为0，只感受到了他们的心狠手辣。海童跟我说，我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先治好眼睛，只有治好了眼睛，我才能继续搜集证据。海童的意思是，就算我治好了眼睛，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恢复了光明，继续装瞎，方便收集证据。你的眼睛可以做眼角膜移植手术恢复光明吗？我是药物导致的失明，当初我小姑姑带我去做过检查，医生说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的作用不大，换了无数眼科医生治我的眼睛，只有一个医生的治疗有效。
但那个医生去世了，我现在已经能看到一点光了，只是还看得不清楚。战逸晨看着他的眼睛半晌后，说道：“我大嫂说的对，你想搜集证据，先要治好你的眼睛。这支录音笔，你先放在我这里，我帮你保管，那免得落入了他们的手里，你连小命都不保。”谢谢二少。宁云初也没想过要把录音笔拿回去。用战逸晨的话说，他拿回去保管不好，还会因此丢了小命。如果他们继续想利用，我就你那个妹，我将计就计，你有意见吗？宁云初一脸不解，二少的将计就计是什么意思？你那个后爸不是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他们以为我绝对不愿意，就可以跟我谈条件，借此来救你妹妹，这算盘打得真响。但是算出来的答案是错误的。战二少那么容易拿捏，他还是战家二少爷吗？宁总夫妻俩也是狗急跳墙了，什么法子都敢想，对宁思琪还真的是疼爱至极啊。我对你负责，娶你为妻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宁云初一脸呆，还啊了一声。你一个人也很难搜集到证据，我要是娶了你，成了你们宁家的女婿，能自由出入宁家，才能帮着你收集证据，将来有一天能将他们绳之于法，替我亲岳父报仇雪恨。老婆被亲大哥睡了，女儿被亲大哥欺凌。战逸晨想他那个亲岳父大人在九泉之下，都气得想撞飞棺材盖，半夜回来找宁总报仇。他这个当女婿的，有本事替岳父报仇雪恨时，自是该尽一份力的。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另一端，那海玲的早餐店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开始收拾、搞卫生，准备关门下班的了。店里没有客人后呢，他就和2名员工开始搞卫生。在他忙着的时候，他那个如同牛皮糖一样的前夫又来了。那周红林依旧是带着叶佳妮，两人的婚礼临近，除了周红林接到单要送客人之外，夫妻俩就都是出双入对的。海玲、洋洋呢？周红林进门就问着海玲：“我来接洋洋去试一试礼服吧。”周红林说明了来意。海玲停止收拾灶台，看着前夫，淡冷的道：“我不是把洋洋的尺码告诉你了吗？你按着他的穿衣尺码给他租一套礼服也行啊，买一套新的也行呀，根本就不需要带着洋洋走。”就他还看了叶佳妮2眼，叶佳妮很自然的道：“海玲，总要让洋洋选择一下他喜欢的衣服，我们大人的眼光和孩子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呀。”他说道：“我和红林就是带洋洋去试试礼服，试完了礼服，我们马上把洋洋送回来给你。你现在再搞卫生，等你搞好卫生，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回来了。时间又不长，我们这租礼服的婚纱店离这里也不远的，那开车也就10分钟的车程。”周红林接过老婆的话，他说：“海玲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洋洋独处？洋洋也是我的儿子，当初说好了的吧？我想见洋洋，随时都可以。我又不是说带走洋洋就不送回来了，只是带洋洋去挑一套礼服，他给我当花童。这件事你跟洋洋说了吗？你没说的话，我来跟洋洋说，我们父子俩没什么不能说的。你不让我带洋洋去选礼服，就是不让我见洋洋，就是违反了当初的约定。我是可以重新打官司要回洋洋的抚养权的，就算他不一定能赢官司，让海玲不爽恶心一下也好呀。”那周红林现在看着海玲生活越来越好，心态渐渐就变了，忍不住想给海玲添添堵。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，他其实给儿子买套礼服就行了，但被叶佳妮一挑唆，他就觉得是海玲故意不想让他和儿子亲近，就不想让他看到儿子。那于是呢，就坚持着要带洋洋去试礼服。海玲不同意，他就跟海玲闹：“洋洋呢？你把洋洋藏到哪里去了？”周红林环视一遍早餐店，没有看到儿子。你是不是把洋洋藏到海童那里去了？哎，不对，海童的书店这2天都没有开门。
他是去过书店的了。洋洋去上课了，一会儿才能回来啊。海玲淡淡的道。周红林，我没有拦着不让你见洋洋，你若真要带着洋洋去市礼服也行，我反正快搞好卫生了，等洋洋下课回来，我带着他和你们一起去市礼服。周红林还想说话，叶佳妮悄悄地扯了扯他，然后叶佳妮说道：海玲，你确定你要跟着去吗？那我的婚纱礼服也还没有挑好，哎，等会儿麻烦你帮我提点意见了，让海玲看着她穿着漂亮的婚纱，成为周红林最美丽的新婚。海玲肯定会觉得心塞塞的，我只管我儿子。海玲懒得理他。叶佳妮的心思海玲也明白，她都想笑，就周红林这样的男人，她是早离了早好。叶佳妮现在又不是不知道周红林以及周家人的品性，就还坚持要跟周红林办婚礼，总有哭的时候。洋洋上什么课？哎，你送洋洋上幼儿园了？周红林问了句。海玲继续搞卫生，战印给洋洋请了武术老师，洋洋现在在武术老师开的武馆里练基本功，9月份再上幼儿园。谁出钱？周红林觉得男孩子学点拳脚功夫也是好的，他在意的是谁出钱。海玲看都不看他，反正不叫你出钱，我只出抚养费，1年的抚养费也给了你的，说好其他开支不会再找我，就算你叫我出钱，我也不会出钱。周红林现在靠开网约车赚点钱，觉得来钱太慢了，远没有他当经理时赚外快时来钱快。那收入低了，就把钱看得很重了。况且他现在这要办婚礼，还要度蜜月，需要花不少钱，他恨不得1分钱当成2分来花。还好叶佳妮是一心想跟他过日子的，就在彩礼钱上给他省了几10万元。周红林拉着叶佳妮在一张桌子前坐下，就等着儿子回来，就带着儿子去试礼服。至于海玲要跟着去，随他吧，他也想看看海玲面对他新妻挑选婚纱时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海玲跟着去是为了儿子的安全，他不怀疑周红林会对儿子不利，但他怀疑叶佳妮，他不放心让这对夫妻俩带着洋洋去试礼服。哎，谁知道会不会发生意外？那海玲也不管这对夫妻俩，他搞好了卫生后，刚想取下围裙，阿七就送着洋洋回来了。妈妈，洋洋换上了吴老师武馆的统一服装，他小跑着进来。洋洋回来了。海玲笑着上前抱起了儿子。怎么样，累吗？有没有哭鼻子啊？洋洋摇头，我没有哭，不过很累。很累啊，妈妈亲亲就不累了。洋洋可要坚持哦。海玲怕儿子坚持不下去，亲了亲儿子后，提醒儿子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别辜负了战印。洋洋是觉得很累，也很想不去了，但他记着姨丈说过的话，他若是学会了功夫，以后就不用怕坏人了，还能保护妈妈。他想成为保护妈妈的小小男子汉。听了妈妈的话，他用力的点头，妈妈，我会坚持的。那阿七也跟着进来。海小姐，他向海玲问好。阿七，谢谢你。阿七笑了笑，海小姐客气了，不用谢。那他现在的职责就是接送洋洋上下课。看到周红林夫妻俩在店里，阿七防备心顿起。本来送洋洋回来，他就可以回到大少爷的身边了。此刻他不急着离开，就盯着周红林夫妻俩看。洋洋，周红林这才起身走过来。哎呀，笑着朝儿子伸出手，洋洋来，爸爸抱一抱。海玲把儿子放下的。周红林再把洋洋抱起来。就爸爸，你来看我的吗？我今天去上课了，吴老师教我学功夫，我学得可认真了，就是好累啊。小家伙一副小大人的样子，逗得周红林直乐。以前他只觉得儿子喜欢哭闹，听着哭声都觉得烦，要不就是把玩具扔得满屋子都是。现在儿子越来越大，
越来越懂事。周红林就觉得儿子好可爱，好聪明。他还真的生出过把洋洋的抚养权抢回去的念头。转念一想呢，又放弃了。洋洋呢留给海玲，还能靠着海玲沾到海童夫妻俩的光，带给洋洋无尽的好处。若是跟着他，海童夫妻俩肯定不会给洋洋太多，那样就太亏了。虽然洋洋的抚养权给了海玲，但他始终是洋洋的亲爸，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那他又经常来和洋洋培养感情，父子俩感情是有的。以后洋洋长大了，有了大出息，也不会忘了他这个亲爸。那周红林呢，夸赞了洋洋几句。叶佳妮围过来想逗着洋洋玩，洋洋看看他后，并不和他说话。小家伙是不明白父母为什么离婚，但他不喜欢叶佳妮，哪怕这个阿姨对他很好很温柔的样子，洋洋都不喜欢他，总觉得他的温柔是装出来的。就还不如看上去很恐怖的陆叔叔呢。陆叔叔那是面恶心善。洋洋，爸爸和阿姨就要办婚礼了，你给爸爸当花童好不好？周红林问着儿子。洋洋不明白地问道：爸爸，花童是什么呀？周红林向他解释了一番，洋洋便看向妈妈，问海玲：妈妈，我可以给爸爸当花童吗？你愿意的话就当吧，不愿意的话也要大胆地说出来。海玲不勉强儿子，也尊重儿子的选择。洋洋歪着头看爸爸，那想了好一会儿后问：我妈妈去的吗？去啊，爸爸上次不是给你妈妈送了请柬吗？洋洋哦了一声，点头：爸爸，我答应你。周红林笑，就知道儿子跟他还是亲的，愿意给他当花童。那我们去选礼服好不好？洋洋呢又看向妈妈。这周红林不得已地对海玲说道：你要跟着去吧，赶紧的呀。海玲不理他，先把店里的电开关呀，煤气是否关上了都检查一遍，确定安全了，便让2名员工先下班，然后对阿七说道：阿七，我陪着洋洋去选套礼服，你先回去吧。洋洋呢只是上午上课，下午不用上。他还小，吴老师不敢一下子就让他整天上课，怕他受不了会哭闹并放弃。一步步来吧。虽说不是练武的天才，坚持下去啊，也能练一身拳脚功夫，自我保护的。阿七见海玲会跟着去，那便放心的了一声，也离开了任你时。叶佳妮看到海玲母子俩的身边没有了那些会功夫的人跟随，放下心来，觉得今天的计划能够如常进行，并且会很成功的。那海玲关上了店门后，再从前夫怀里抱回了儿子，淡淡的道：你们夫妻俩在前面，我开着车带着洋洋跟在你们后面。周红林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店门口停着一辆新车，他以为是别人的，此刻才知道是海玲的。什么时候买的车？就这2天。周红林瞄了2眼海玲的新车，很便宜的那种，心里又好受点了。要是海玲开着一辆几十万的车，周红林想他会极度的发疯的。按照海玲说的，周红林夫妻俩一辆车，他们的车子在前，海玲在后。在海玲母子俩跟着周红林夫妻俩离开时，陆东明、战印以及苏南都同时收到了消息。那商无痕收到的消息就略慢了一会儿，他们吩咐自己的人暗中跟随海玲母子俩，保护着母子俩。那苏南还通知了自家的少主大哥，做着准备要把宁太太藏在暗处的那些势力呢清扫一番。海玲不知道危险跟随，他想着在繁华的闹市，他又亲自陪着儿子，那就算叶佳妮想使坏也没有机会的。就他不会让儿子离开他的视线范围。就到了周红林夫妻俩选定的那家婚纱店，2辆车慢慢的停下来，周红林停好了车后下车，看着海玲停车，见他技术还行，便没有上前帮忙。周红林呢有点恍惚，过去呢海玲做什么都会叫他帮忙，表现得很依赖他的样子，就现在海玲什么都能做，
独立得很，并不是离了他周鸿林，他就生存不下去。相反，离了他周鸿林，他活得很精彩，减了肥，恢复了婚前的靓丽，开了早餐店，生意火爆，还买了车，小日子是越来越好啊。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海玲就会在管城买下她人生第一套房，说不定会是别墅呢。她有个当战家大少奶奶的亲妹妹吗？她若是买房，海童难道不会资助一下呀？那周鸿林想起父母以及姐姐说的话，说现在是他高攀不起海玲，说他总有一天会后悔和海玲离婚的。那周鸿林后悔啊，其实他早就后悔了。在公开和叶佳妮在一起后，他发觉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美好，就有点后悔了。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处处针对着叶佳妮，跟叶佳妮吵个不停，让他烦死了，他就后悔，悔得肠子都青。那当情人变成妻子，原来都是一样的。而他当初要是舍得好好的对海玲，让海玲减肥，有空装扮装扮，他的妻子并不属于情人的。老公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叶佳妮察觉到周鸿林看着海玲停车发呆，碰了他一下，并把他的魂儿叫回来。没事。周鸿林不敢承认自己想起过往悔不当场。叶佳妮能跟他当街撕起来的，他还要面子，可不想当街撕逼，那样也会让海玲看笑话。他走过去抱儿子下车，等到海玲下车了，他便放下了洋洋，改为牵着洋洋的小手，对海玲说道：“就是这家婚纱店。”海玲看了看后就没说什么。他记得这家婚纱店，他和周鸿林结婚的时候，也是在这家婚纱店租的婚纱。叶佳妮还真是处处喜欢和他比啊。海玲在心里冷笑，叶佳妮这是有多么的不自信。叶佳妮看不得周鸿林和海玲一起走着啊，他们还牵着洋洋，如同一家三口。哪怕曾经是一家三口，他快步走过去，往海玲身边一站，就把海玲挤到边缘去。他亲热地挽上了周鸿林的手臂，海玲觉得好笑至极。他刚想绕过去牵着儿子的另一边小手，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、戴着黑色口罩的高大男人，猛地冲来，一弯腰就抱起了被周鸿林牵着的洋洋。周鸿林错愕，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那个男人就抱着洋洋猛跑。洋洋，海玲反应最快，马上就去追赶那个男人。洋洋，周鸿林也反应过来了，他当即甩开了叶佳妮的手，撒腿就追赶抱走洋洋的男人。抢孩子了，抢孩子了！海玲边追着边大声叫喊。路边的人听到他的叫喊声，是迅速的围过来，但不是帮他拦截对方，而是想拦住他的去路，不让他再追赶那个黑衣男人。海玲意识到所谓的路人很多是那个黑衣人的同伙，他仗着自己还有点胖的身形，狠狠地撞开那些想挡住他去路的人，死命地追赶着黑衣男人。妈妈，妈妈！洋洋不停地冲着海玲叫喊。海玲死命地追，她为了减肥经常跑步锻炼，跑得很快，体能也能坚持，就算跑累了她也不敢停下来。她害怕自己一停下来就看不到儿子了。那个黑衣男人想甩掉海玲，也是跑得很快，还专挑小巷子里钻，七拐八拐的，想借此来甩开海玲的紧追不放啊。但是甩不掉。妈妈，妈妈！洋洋一边叫喊着，一边挣扎，想挣脱男人的怀抱。他还踢打着对方呢。可惜啊，对于高大的男人来说，他的那点力气如同瘙痒一样，起不到任何用处。洋洋见自己的踢打不起作用，忽然用手去拍打着黑衣男人的眼睛，这一下子就起作用了。黑衣男人被洋洋拍打着眼睛，影响了他的视线，跑得就跌跌撞撞的了，这样速度快不起来。海玲见状，拼尽力气加快脚步冲上前去。10米、5米、1米，在黑衣男人愤恼的要把洋洋劈晕的时候，海玲冲上前去，奋力的一扑，一抱一抢，抢回了洋洋，
但他人也跟着跌倒在地上。就算是跌倒在地上，他也紧紧地抱着儿子不放。在跌倒时，洋洋在他上面。那危险时刻，当妈的都还是想着护住孩子呢。黑衣男人不想前功尽弃，在海玲跌倒时，还来抢洋洋。海玲岂肯松手，他死死地抱着洋洋不放手。洋洋也拼命地拍打着男人的手，不让对方再抱走自己，甚至用嘴去咬对方。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很多人追了过来。那黑衣男人发现有些是自己的同伙，但更多的却是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。快跑，把那孩子抱上，跑呀！他的同伙冲他叫喊着。黑衣男人着急地想抢走洋洋，可是海玲紧抱着儿子不放手。他一怒之下就朝海玲身上猛踹。海玲吃痛，可他也不放手。他就算是死也不会放开洋洋的。别打我妈妈，别打我妈妈！洋洋想保护妈妈，可他太小。妈妈呢，又紧紧地搂抱着他不放手，他也什么都做不了。眼见自己猛踹海玲都无法让他松手，那他掏出了一把随身带着的尖刀，扔了刀套后，一刀朝海玲手臂上划去。海玲只觉得手臂剧痛，鲜血涌出，很快就染红了他的衣服。就再痛，他也不肯松手。那男人气红了眼，挥着刀子一刀刀的刺着，也不管刺到呢。海玲趴下，本能地把儿子护在身下，任由那把染上他鲜血的刀子刺在他身上。他挨了2-3刀后，男人手里的刀就被人踢飞了。对方还垂死挣扎，不过很快就被打得满地找牙，躺在地上直哀嚎。海小姐，负责暗中保护海玲母子的战家保镖，看到海玲鲜血淋淋的，那脸色都变了。洋洋，海玲因为失血的原因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她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，但她知道她母子俩安全了。站印的人来了，她松开了怀里的儿子，身子跟着往旁边一倒，眼前一黑，便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。海小姐，妈妈，妈妈！洋洋吓坏了，他不停地推着妈妈的身子，但是妈妈一动不动的，妈妈身上不停地流血。洋洋慌乱地用着他的小手去帮妈妈擦着血，可是擦了还会流出来，他想用手捂住妈妈的伤口。妈妈身上的伤口不止一处，他2只手都不够用。妈妈！洋洋吓得哇哇大哭，他这2手染满了妈妈的鲜血，身上也有妈妈的鲜血。战家保镖赶紧打120急救电话，警笛声风鸣个不停。那黑衣男人的同伙四散逃窜，好不容易追赶到的周红林呢，那累得气喘吁吁的。当看到儿子还在时，他刚想松口气，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海玲，周红林也是2腿发软，跌跌撞撞过来，就要抱起海玲去医院。